哪儿不舒服啊？没什么，没有不舒服。那为何要喝药啊？到底怎么回事？这生孩子的药，什么生孩子的药啊？别胡说！我没胡说，这就是生孩子的药。怎么，想通了？乖乖待在府里，不打打杀杀了？洗衣煮饭了？好，喝吧。哎，医官说了，这个药你们俩一起喝，一起喝才能一起生。好，我陪你。你先喝，夫人先请。夫君先请。一起喝，一人一半。太苦了这。你也吃一个。对了，把黎妃那些剑呀、匕首啊、弩啊什么的都收起来吧。是。不可以！等等，你站住！你刚刚说什么来着？我。郑叔，你吓死我了你！你呀，跟你爹当年一样，没出息。哎，那我爹当年是怎么追上我娘的？想知道？啊！你干嘛呢？这大半夜的吓我一跳。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就被绊了一下，一定是这个门槛。门槛？明天我就让周叔把你砍掉。不碍事儿，不碍事儿。梅启，你在干什么？这是我们盘古的衣服。我这不是想着，你过几天就要跟我回盘古去了吗？所以我就给你做了一件衣服，来试试看，还挺合适的，真好。梅启，这件衣服很漂亮，但是不着急。我来找你，是想和你说说话。你怎么了？感觉你有心事啊？梅启，你先坐。梅启，你也知道，爹和大哥都不在了，姐姐也嫁进了彭城王府，家里只剩我和大嫂了。如果我也去了盘古，那娘怎么办？梅启，你不知道你在我这里有多重要，我真的想和你在一起，但是我也是真的放不下这个家，放不下娘。那我们就带着娘一起去吧，还有大嫂，我们一起去盘古。我想过了，可是娘这么大岁数了，如果让她换一个地方生活，她该如何适应呢？那你是什么意思啊？你就是不想跟我在一起了？哦不，我当然要跟你在一起。我们沈家的男儿，做事对人都一心一意，只要牵了手，就绝不松开。真的？当然。那好吧，你要是不想去盘古，那我就在健康陪你啦。你在哪我就在哪，只要盘古不打仗，反正也没什么大事儿。
好，如果打仗，我就去北境，我们一起守好北境，守好盘古。好。这不就好了？这爷俩都得靠我这一脚。殿下，太常延吉，今年南方暴雨，大汛将至，恐有水患。下官以为是否尽快修整河道，以防患于未然。财库还有多少储备？新政推行，各地救济粮补足，财库已经较难支撑。目前唯一能动用的，便是军备费用了。当前水患在即，加紧兴修河道，以确保百姓万全。殿下，水利兴修确是安民爱民之举，然北境马若兵伐，大魏虎视眈眈，下官以为军备万万不可动啊！殿下，大魏若是卷土重来，我大宋无力抵抗，疆土不保，百姓一样无所适从。本王知道你们的忧虑。自去年一战，宋魏两邦元气大伤，如今魏军暂时不敢轻举妄动。况且现在汛期迫在眉睫，攸关我大宋万千百姓的性命，我们不能视而不见。至于军备的事，本王会再想办法。可是殿下有何办法，也可早些告诉下官等，好让我等安心呐。是啊，殿下。这天下事再大，它也大不过北境。是啊，殿下，军备万万不可动。军备不可动啊，殿下！军备不可动啊，不可动啊，殿下！万万不可动啊，殿下！军备不可动啊，殿下！军备不可动，万万不可动啊，殿下！殿下！军备万万不可动，殿下！殿下！军备不可动啊，殿下！万万不可动！住口！主公，军备的事，容本王再想一想。现在魏军还无动作，我们还是先以水患为重。民心不稳，打起仗来也会影响战事。本王同意殿下所说，先修水利，以保民安。有劳殿下。殿下，谢浩伏法，尚书令之职出缺。而朝中事务繁杂，请殿下另择贤良任之，总领朝务。那各位有何提议？殿下，殿下出征北境之时，晋灵王筹粮调兵，之前又有清理户籍之功，为新政开辟道路。而此次荆州之乱，晋灵王更是临危不乱，安抚民心，立下大功。下官认为，晋灵王可出任尚书令。下官推举晋灵王出任尚书令。殿下，下官。主公说的没错，晋灵王有功，但是皇上刚授晋灵王中军之职，整理军务，重塑健康防卫，乃晋灵王眼下第一要务。再任尚书令，恐难兼美。这件事情，本王考虑考虑，日后再议吧。是。王侍郎，请留步。孙侍郎，不知王兄今日为何要推举晋灵王为尚书令啊？皇上称赞晋灵王忠义诚勇，他做尚书令有何不可呀？当初路远，
那时曾指证孙太妃所为，纵然彭城王网开一面未曾深究，但绝对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信任晋灵王了。这不信任，那为何要让晋灵王执掌中军呢？嗨，那是皇上下的旨，彭城王能说什么呀？若彭城王反驳，岂不是暴露了自己的妒才之心？你今日推举晋灵王，万一要是得罪了彭城王，那岂不是？而且你不觉得现在彭城王的脾气和以前不一样了吗？彭城王近来的脾气确实暴烈了不少呀。晋灵王，知道殿下脾气暴烈，不仅不谨言慎行，还要在这知见殿外胡言乱语，想掉脑袋？啊，我等只是忧心朝政，只是忧心朝政。下官告退。下官告退。快走吧。殿下，晋灵王到了。四哥，啊，六弟，怎么你不舒服啊？今天在殿内我就看你状态不对。没事，突然头疼了。还是找个医官看看吧。偶尔头疼，有什么可看的？可能是因为最近啊，各地新政之事，睡得比较晚。没事就好。今天众人推举你为尚书令，被四哥否了，你不生气啊？没有，四哥做的决定当然有四哥的道理了。哎，不过四哥，你有什么好的人选？暂时还没有。尚书令一职啊，需要平衡斡旋各方，要行事圆滑，做事老道，稍有不慎就会成为众矢之的。六弟性格泾渭分明，又重情义，四哥不想六弟涉入这些杂事之中。六弟还是如今这般坦荡率真的性子最好。反正有我四哥在呢，我就坦坦荡荡的肆意妄为，什么都不用怕。哎，对了，四哥，后天就是母亲的生辰，你可别忘了。知道啦。姐姐，妹妹来了。姐姐画的真好，你笔下的人物都跟活生生的一般。祖父喜欢画山水，我喜欢画人物。我喜欢画他们的微笑，他们的哭泣，他们的各种情绪。妹妹这是去哪儿？今日，我想带姐姐去一个地方，去看这世上最纯真、最美好的笑容。姐姐，到了。想我了没有啊？想。姐姐今天给你们带来好多好吃的好玩的，想不想要啊？想。来，快来。
哎，慢点，别抢！别着急啊，每个人都有，慢慢的。小虎又跟弟弟抢，给我看看。姐姐小心点儿。今天啊，我给你们带来一位新姐姐，叫韵之姐姐。韵之姐姐好。韵之姐姐好看吗？好看。喜欢吗？喜欢。我告诉你们啊，韵之姐姐画画画得可好了，你们想不想让她给你们画画呀？想。你们想让姐姐画什么呢？画老虎，画鸽子，画小鸡，画大鸭。这么多呀？那姐姐到底画什么呀？画娘亲吧。你都没见过你娘亲，怎么画？没见过才更要画呀。我很想知道我娘亲长的样子。我也不知道我娘亲长的样子，我也要。我也想画娘亲。画娘亲，我也想画。我也好好好，那姐姐答应你们，给你们画娘亲，好不好？好。你们喜欢就好。谢谢你，力哥。为什么我不能去啊？醉一房，男人喝酒的地方，你去干嘛呀？想当年我也是混迹于天香舞房的呢。你答应过我什么？啊？那后院的花草该修一修了吧？还有你的厨艺，也该提高提高了吧？我这中医都泛黄了，你也不说做一件新的给我。哼！小心！哦，等一下，我们。殿下，马车备好了。三宝，去找个地方，明日带黎妃去散散心。是啊，殿下最近操劳过度，也是该放松休息一下了。王公今日赏脸，晚辈感激不尽。哪里话，既然有好酒，怎能少得了我王冕呢？王公，请。中书令。哦，没想到中书令也有如此雅兴啊。是我请他们来的。王公，诸位既是同朝为官，彼此多走动走动，也是好的嘛。王公说的有理，既然如此，中书令，诸位，请吧。愿与诸君服一大白。请。王公，今日你一定要尽兴啊。请。王公请。请。王公啊，我最近得了一幅顾恺之的真迹，想请王公品鉴。哦，愿观之。哎，拿上来。流盘平桥，垂纶武川，目送归鸿，手挥五弦。
这是顾恺之为嵇康赠秀才从军所画的。请看这句“目送归鸿”，画中人举目天边云际，眉宇间似有所眷恋，如此传神，断非仿作，真当代绝笔呀！王公真是好眼力啊！殿下，殿下。当年嵇康因朝政难平，愤愤不平，引入山林，才有了这首《赠秀才从军》，写的是怀才不遇，写的是心灰意冷。是。顾恺之这幅真迹，虽以诗为作，但画中之人眉目，无不眺望远方。试问诸公，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？回殿下，我等愿如此画，放眼天下，为我大宋鞠躬尽瘁。殿下力行土断之策，为宋之长久之力，我等身为臣子，理应携手同心，鞠躬尽瘁。自是如此，自是如此。那望诸公不负世家100年风骨，不忘社稷重臣之责，士庶同心，共推新政，造福百姓。我等谨遵彭城教诲。殿下，新政正是用人之际，下官想推荐一人。王公品行高洁，德高望重，可堪重用。早听闻王公有3痴：画痴、字痴、酒痴。虽不问朝堂世事多年，但本王更知道，王公早年更是高祖皇帝的肱骨之臣。王公可愿入朝理政？殿下，万万不可！老夫10余年前蒙高祖皇帝恩允，退朝归野，这一只脚已踏入红尘之外，心中所托无非字画诗酒，绝不能堪此重任呐。而今才俊辈出，殿下又广开全选之门，清平盛世指日可待。还望殿下能放我这老头子在乡野间颐养天年吧。这才俊毕竟稚嫩，朝堂还是要靠王公这般的老臣坐镇啊。这尚书令一职虚悬，不利朝局稳定。以王公的才情能力，胜任有余。我看王公就不要推辞了。还望殿下三思。王公，殿下既已命出，您就应了吧。是啊，王公，您就应了吧。王公，应了吧。谢殿下。殿下这是作何呀？此次谢浩之乱，若无王公相助，本王也不可能这么顺利地消除积弊。晚辈敬佩王公之大义。殿下心系黎民苍生，老朽愿尽绵薄之力，不足挂齿。王公不偏不党，大公无私，不愧是100年风骨、清流之家，晚辈敬佩。殿下，老夫已领了尚书令，乃是大宋的臣子。下官对殿下理应心怀敬重，殿下对下官亦应循制约束。下官所作所为若对，愿殿下嘉赏；若错，殿下也不必沾寻情面。殿下时不宜再谦称晚辈了。那日后有劳尚书令了。下官职责所在。怎么样？清风环绕，竹篱茅舍，乡野之趣，不错。这儿可是黎妃亲自挑选的。黎妃说，殿下最近政务繁忙，需要好好休养，所以几乎找遍了整个栖霞山，才找到这样一个清幽简朴之所。黎妃妙心。来，看看我还为你准备了些什么。来，先坐。
准备的这么周全啊！真是让你费心了。这都是黎妃提前准备的。黎妃为了能让殿下休息好，对这次郊游特别上心。你之前不是说我不擅长这些吗？趁这次机会啊，我要好好的证明一下，我也是可以的。你看，这花好看吧？好看。看来啊，只要我们黎妃想做的事情，就都能做好。这一次啊，你就好好的歇着，所有的事情都交给我，保证让你满意。我先给你沏壶茶。好，那我就坐等享用了。好。怎么了？没水。没关系，反正现在我也不渴，一会儿让三宝打点水就好了。李妃，鱼都准备好了，可以开始烤了。对，烤鱼？对啊，是我精心为你安排的，是不是又有趣又好玩？听起来很有趣，我们现在就去。哎，等一下，又怎么了？好像没有柴火，拿什么烤啊？哎呀，我好像还是不太适合做这些。你呀，准备了这么宜人的风景和房间，已经做得足够多了。至于柴火嘛，你行不行啊？殿下，要不还是我来吧。哎，你可别过来啊！我要为黎妃亲自劈柴。快坐下。你累不累啊？不累，还特别开心呢。你再等一会儿啊，马上就好了。老头劈柴的样子，还是很可爱的嘛。看够了吗？我刚才仔细的看了一下，我觉得你也没有那么丑嘛。难道你以前觉得我很丑吗？难道你是想让我说你貌若潘安，你信吗？我才不要跟别人比，我就要做你心中的唯一。好，你是我心中的唯一，你是我心中最美的美男子，这样你可满意？孺子可教。本来只想闭目养神一下，不知怎么的就迷迷糊糊的睡着了。好不容易出来一趟，自然是要多休息的。我看你之前政务那么繁忙，若是可以在这儿多待几日，那就更好了。政务繁忙，必然不能待那么久。这2天能跟你完完全全待在一起，我已经很知足了。来。手怎么了？怎么又开始抖了？又开始了？之前就发生过？就是累了，休息一下就好了。你不必太过担心。不行，抖得这么厉害，还是去三九堂让我师兄给你看看吧。
好不容易带你出来一次，不想扫了你的兴致。说什么呢？你的身体才是最重要的。事不宜迟，咱们赶紧走。好。你看，这个肉馅儿不能太多，然后使劲呢也不能太重。哇，原来就是这样包的。我也想包一个。好。怎么样？看明白了吗？我看明白了，就是把这个馅儿，呀，放在这个皮里面，然后一捏，一捏的，你看就好了。我看看。你看，都露馅儿了。你这个小笨蛋。那我再做一个。这个肉啊，不能太多，人家第一次包嘛，哈，包2次就会了。风儿，一会儿拿点馄饨去王府，让你姐姐他们也尝尝。不用了，娘。今日啊，他们都不在府里，彭城王带着我姐出城郊游去了。郊游去了？那彭城王啊，平日里政务那么忙，也该出去散散心了。那他走了，政务交给谁啊？自然是尚书令啊，也就是王世伯。不过，大嫂，一向不问政事、逍遥自在了那么多年的世伯，怎么就突然答应做了尚书令呢？不过以世伯的学识和地位，自然是最适合的人选。啊，紫荆啊，你爹现在身为尚书令，他已经不像过去那么清闲了。一会儿啊，你回去看看他，你也得多多关心他，让他注意身体啊。好的，娘，我一会儿啊给他带馄饨回去，他肯定特别高兴。好。风儿、梅启，你俩把这馄饨拿去先下了。好，走了，下馄饨去了。慢等等我点，你会下吗？水开了再下啊。知道了，娘。你等等我。累不累？不累。爹，我给您带了一点我跟娘一起包的馄饨，还有娘特意给您拿的灵许酒，这可是彭城王赐的。你今日倒是想起回府来了啊？爹，您又在擦2位哥哥的盔甲，是不是想他们了？再过几天就是他们的忌日啊。爹是想啊，能不能为他们做一些与以往不同的？你也嫁了，爹也老了，又蒙彭城王厚爱，当了这尚书令，不能像以前那般悠哉过日子。这往后的余生啊，还真不知道该如何自处呢。我呀，才不管爹爹是什么闲云野鹤，还是大宋的尚书令，我只希望爹可以像过去一样随心自在。女儿说的对，自在，随心。爹，你先快来尝尝女儿的手艺。今天啊，可是又有酒又有馄饨呢。好，我来看看啊。老爷，刚才有人来报说有事让您去一趟彭城王府。知道了，我即刻就去。你先退下吧。是。爹，沈峰说今天彭城王跟黎妃去野外郊游了，那您还去吗？彭城王郊游，但是爹手里有很多公务还没有做完。今天日子实在不巧，但是爹答应你，回来之后一定把这馄饨吃了。那您答应我，可千万别忘了。一言为定。用那小炭炉子给我温上，千万别凉了啊。好，我先走了。好。
吩咐你的事情办好了吗？办好了。又是个没用的，你以为你跑得掉吗？婉儿姐姐，空城，你去仓房拿一些3七吧，我刚刚看了一下，外面的都快用完了。耗得这么快啊？那好吧，我去取点来。婉儿回来了。勋哥哥。婉儿，这是？勋哥哥，明日孙夫人寿宴之前，我答应晋灵王要去皇陵献娶，所以，我现在必须得走了。之前怎么没有听你说起过？啊，我在这里，总觉得日子过得太快，一天天的就到了这时候了。好，那我去帮你备车。哎，婉儿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儿，就是头有点晕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你的病还没有完全康复。这样吧，我送你去皇陵。那真是麻烦勋哥哥了。我们走吧。一起走了，呵呵，正好。师兄，空城。哎，师姐，你来了。空城，师兄去哪儿了？师兄，我也不知道啊，他刚才还在这儿呢。那他有没有说去了哪里？没有啊，师姐，发生什么事儿了吗？我已经没事了，你要是还不放心，我们就回王府找陈医官看看。好吧，空城，等师兄他回来，无论多晚，都让他来王府一趟。好嘞，那我们先走了。慢走。好了，贴上吧。好。雾素腾辉，百灵伴度；天星幻彩，五福骈真。这晋灵王可真是孝顺，每年的寿辰，他都不忘给太妃写上一副对联。您看看那字儿啊，皎若金龙，入木三分。轩儿的这一手好字啊，都是康儿手把手教出来的。夫人啊，您看您天天念叨彭城王，晋灵王都说了，彭城王答应了，一定会来给您祝寿的。是啊，哎呀，盼啊盼啊，盼上能见一面，盼上能够说说心里话。老了，倒像孩子一样，我都迫不及待了。在皇陵的这些日子，陪着夫人侍弄那些花草，
平平淡淡的，却总是欢声笑语。春芳喜欢这样的日子。平淡是福，可惜啊，我明白的晚了一些。春芳，你跟我这么多年，也没享到什么福。明天寿辰一过，你就回老家去吧。夫人，您别这么说。春芳就想陪着您一辈子，一辈子。一辈子很快就过去了。殿下如何？丽妃放心，殿下并无大碍。无碍？可是方才他的手抖得很厉害，这又是何故？依脉象看，殿下只不过是气血有些阻塞，这是体虚的症状。殿下之前的那次中毒，本就伤了气血，虽一直在调养，可殿下终日为政事忙碌，体力透支也在所难免。下官这就配些安神定心的药，为殿下再调理一次，再送些安神香，不日殿下自会好转。丽妃不必过虑。多谢陈医官，安神香这边还有些许，不必麻烦了。好，那下官明日再来给殿下诊脉。嗯，好。这下放心了，老头没那么容易死。我都快担心死了，你还有心情在这说笑？丽妃，陈良公仍未回三九堂，还没有回来。我师兄这是去哪儿了？李哥，陈医官不是已经说了吗？只要调养几日，便无大碍了。可是我还是有些不放心，得让师兄再好好看一看，给你诊诊脉。四哥，我得知你突然回府，刚才又遇到陈医官，是不是身体有恙啊？六弟放心，并无大碍。你这么晚来，是不是有什么事啊？哦，确有一事。目前西城中军主参将的位置一直空缺，军心涣散。我想举荐副参将程芳担任此职。此人出身行武世家，行事果断，不知四哥意下如何？不可。这是为何？西中军是陆远的旧部，而程芳是你带来的人，若贸然上任，恐怕会引来刁难。若想事情顺利，让他先立功服众才是上策。对呀，四哥说的对啊，六弟怎么就没想到呢？我不该这么操之过急。四哥，那你好好休息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六弟，明日是母亲的生辰，别忘了多备些酒菜，我们一起痛饮一番。好，那我现在去准备。六弟告退。此生泪如小小无边织，痛到风花雪月与你，用尽这一生的眼泪换不起。